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因故遭到封锁，不能再航行，受影响的会只有台湾吗？台湾海峡不只属于台湾的通道，更连接了东北和东南亚，以及串接全球供应链的航运节点。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欧美各国的船舰不断通过台湾海峡，外界普遍解读这样的行动是在重申台湾海峡属于国际自由航行水域。今天这支影片不是政治情势分析哦，而是透过公开的统计资料，带你看懂为什么台湾海峡对全球航运很重要，为什么台湾海峡出问题，影响的不止一个国家，尤其是日本。同时也会简单的分享为什么台湾海峡会被称作天然屏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科生的跨界笔记数据开箱系列，我是 Esther。我们很常听到一句话，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，但今年的国际风向变化可以看出，这个关键其实指的是我们旁边的台湾海峡。但问题来了，台湾海峡到底有多重要？从全球航运的统计来看，经过台湾海峡的货物吨数占全球海运货物的1%比重。如果改用贸易金额来衡量，透过台湾海峡的货物价值约占全球贸易的2%。这代表台湾海峡并不是可以轻易被替代，而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运输航道之一。当我们细看亚太的地区，对于台湾海峡的依赖程度就更加的明显。日本有30%的商品贸易要经过台湾海峡，印尼也是，甚至仅次于日本的比重。南韩也有将近30%，甚至南半球的澳洲也有2%的贸易需经由台湾海峡来运送。换句话说，台湾海峡的稳定牵动的是整个亚太的海上运输网络，绝对不是单一国家的利益。如果台湾海峡真的无法通行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假设有一艘货船要从新加坡前往南韩的港口，原本可以走台湾的海峡，但如果发生走不通的时候，船只有几种选择，改由旁边的吕宋海峡前往南韩，也就是稍微绕道一点点。但如果台湾海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、更大的封锁，那么就必须要绕得更远，船只必须绕行菲律宾的南方，再从宫古海峡前往韩国。而这样的绕行距离，航程上将增加1000英里，不止时间拉长，运输的成本跟能源的消耗也大幅的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海峡的通行稳定被许多国家视为经济安全议题。不过提到这边，你会不会误以为台湾的重要性只剩下地理位置？从航运的数据来看，其实并不是哦。根据联合国的全球航运报告，台湾不论是企业的参与、载重吨数、船舶的总价值等等，都占有一席之地，凸显台湾航运业的国际重要性。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少注意的是我们的港口货柜处理效率。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台湾的港口展现了世界级的装卸效率。台湾港口在处理大规模的装卸作业的时候，平均每处理一个货柜只需要 0.6 分钟，优于25大经济体的平均值，是不是很令你意外呢？在众多依赖台湾海峡的国家中，日本非常适合当作案例来做分享，不是因为它最重要，而是因为它具备3个条件：依赖海上运输、能源进口依赖以及地理位置接近。从海上运输贸易来看，日本进口的商品中30%需经由台湾海峡，出口也有1/4与这条航道相关。而且日本的能源自给率非常的低，只有1/6。虽然对石油依赖下降，但像是天然气也仰赖海外的能源供应，这些都必须经由台湾海峡的运送。再者，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也有限，蓝色的 bar 是以经济价值计算的粮食自给率，而红色是根据卡路里热量的自给率来看。整体而言，日本约有70%的粮食仰赖海外的进口。这意味着，一旦台湾海峡长期不稳定，日本承受的不单单只是海上运输的时间和成本拉长，而是关乎日本国家的粮食跟能源安全。而且在地理位置上来看，日本的与那国岛和台湾的宜兰只有108公里的距离，因此日本很难真的置身于台海的局势之外。如果前面我们谈的是为什么台湾海峡不能出事，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，如果想硬闯会有多困难。根据华尔街报道的分析以及国内气象曾提及的，台湾海峡的海象很差，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月份并不多，因此有利于防守方的准备。加上台湾四面环海，并没有遮蔽的空间，所以台湾海峡又被称为完美的 kill zone。台湾海峡的稳定牵动的不只有台湾，也不单单只因为台积电的晶片，而是光从海上运输就影响了亚太乃至于全球的经济体系。
彭博经学者就推估，若台海发生重大的冲突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恐将高于近年重大的国际事件。而日本之所以更加关注台海，主要也出于日本自己的国家安全考量。因此，与其说各国重视台湾，不如说我们有共同的国家利益。希望今天这支影片从数据的佐证，务实的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反复的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峡，有自由航行的权利。台湾海峡的安全跟稳定，以及台湾维持自由民主的体制，对国际来说至关重要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不同的观察或补充，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分享。想知道 AI 生活应用，从统计数据看时事，了解政府资源哪里找，别忘了订阅文科生的跨界笔记。下个话题再见，拜拜。